北京危险的时刻，不是有人公开骂领导，而是有人私下聊天。这种东西有个专有名词，官场耳语。张幼霞出事之后，熟悉的剧本应该是全面晋升的官场，不得妄议中央。但这次剧本没有按套路走，官场耳语的风暴直接吹向了习近平。更关键的是，这股不同寻常的风不止在官场吹，民间的标杆人物也开始变调，连驻京部队的态度似乎也出现模糊，不再保护习近平了。真正的危机往往来自失去敬畏，一场悄然形成的权力反噬正显露出祸起萧墙的迹象。习近平所面临的真正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本期节目，我们将从官场耳语、民间风向以及驻京部队的种种异常，一起梳理这场正在酝酿的内部压力与政局不确定性。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宁宁，在这里祝您马年大吉，马到成功。旅澳法学家袁宏斌向看中国透露，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的消息，北京官场耳语开始疯传此前还没有过的对习近平的判断，似乎已经不再在乎习近平当局的警告。耳语开始变得辛辣，有人翻出任志强的那句老话，习近平就是一个剥光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现在习近平终于自己撕掉了最后一片遮羞布，赤裸裸地露出了他色厉胆薄的小丑本色。有人抱怨，习近平就是一个口炮连天的孬种怂货，只敢刀刃向内，对内整人，凶狠无比，对外碰硬，却只剩下嘴上功夫。台海之战还没开打，习近平就先把自己军中的上将全部清光了。所以习近平天天喊统一台湾，口号震天响，目的不是打仗，而是为了坐稳位置，甚至为未来21大上正式登基做皇帝铺路。毕竟真要动手，就得面对美国，习未必有这个胆量，敢与美国兵戎相见。外交方面也成了笑谈，习家军的战狼们话说得够狠，威胁要斩掉高市早苗肮脏的头颅，要把日本全境变成战场。结果除了嘴炮震天响之外，再无任何能让日本退缩的实际行动。习近平在外交舞台上活脱脱地诠释出《水浒传》中的东京泼皮牛二的形色，战狼们的威胁也只沦为街头小混混式的吹牛。更大胆的妄议来了，习近平在福建时期与女主持人孟雪传出绯闻，彭丽媛直接回京向习仲勋和齐心反映，最终令习近平写保证书赔礼认错。但习近平因为长期酗酒早就阳痿，他只能把权力当作绝色美女，所以他视权如命，对内为了守住权力凶悍的如河东狮吼，对外又好谋寡断，有色心没色胆。还有的耳语说，习近平已经把解放军变得像印度军队一样，沦落成国际笑话。印度的阅兵是一场国家级的杂耍，习近平的军机军舰绕台和口炮一起，把围台军演也变成了免费的杂技表演，成为台湾人茶余饭后的娱乐。妄议习近平的判断，现在可以说是纷至沓来。有人讲，虽然色彩斑斓，姹紫嫣红，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底色，那就是看透了习近平很可能是一个只敢老死也不敢战死的废物和政治骗子。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假借统一祖国之名，行个人绝对独裁之实。习近平不是要打仗的人，他只是要权力的人。北京的官场耳语从来都是政治欺压剂，官员私下不再敬畏，正在变成一种风向。袁宏斌对这种现象做出了结论性的分析判断。众所周知，中共的数千万名各级各类的官员是中共暴政的统治基础，而北京官场的耳语，这是观察中共官员心理的显微镜。上述北京官场耳语的内容明确地显示出，现在是中共官心动荡，如暴风雨的海面，而对于习近平不过是一个孬种怂货的认知，可以说正是蠢蠢欲动。中共官员一旦发现并且认定，他们心目中的强者，原来本质上竟是一个色厉内荏的纸老虎，那么他的反噬则必定是凶猛如风虎，狠毒如蛇蝎。北京官场这股私下吐槽潮其实并不是孤立现象，几乎同一时间，袁宏斌也注意到，最近民间有2位相当有指标性的重量级人物，接连释出了耐人寻味的视频发言，和北京官场正在流传的那些耳语形成一种微妙的共振，就像是中共体制内外开始同时出现同一种讯号。而袁宏斌的判断是，这些现象
其实都在间接指向一个正在成型的风险：习近平面临着被反噬的危机，也就是典型的祸起萧墙。第一个指标性人物便是公认的大五毛李毅，此人心中对于习近平当局的极愤恼怒可以说是难以压抑。他恨习近平没有川普的胆魄，对台湾展开斩首行动。他还骂习近平当局豢养的研究台湾的学者是一群卖国贼集团，不敢如他所愿，用4亿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武力征服自由台湾。李毅虽然内心深处充满对习近平的赖狗扶不上墙的这种怨毒之恨，但却又不敢直接的妄议习近平。同时他心中沸腾如岩浆的怨毒之意又令他五脏俱焚，于是他在一个视频中竟然在心碎泪涌之际大骂自己不是人，并狠掴了自己一个大耳光子。李毅实际上是在指桑骂槐，骂习近平不是人。他的那一个大耳光子也是掴在习近平黑气萦绕的脸上。天下人皆知，李毅虽然没有点名，却是谩骂与长乖齐飞，泪水与唾液同溅，都是在发泄对习近平的愤懑怨毒之情，把习近平视为畏缩怯懦的鼠辈，赞扬川普是当断则断的枭雄。然而迄今以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而闻名于世的习近平，却一直对这件事装聋作哑。究其原因可知，习近平之胆虚心切，他是怕一旦追究李毅，反而会引发中共官员群体和粉红五毛们对他强人地位的普遍怀疑，而这种怀疑意味着对他致命的政治威胁。另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是台湾名嘴蔡正元。蔡正元曾经是红得发紫的标杆式人物，是中共统战台湾的垫脚石，是中共大外宣的代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最近也突然发疯了，一改常态转向，抨击习近平的两岸政策和外交政策，等于是当众向习近平的脸上浇了一盆粪水。蔡正元怎么也和中共翻脸了呢？蔡正元因为刑事案件缴带电子镣铐，而且即将入狱之时，中共的国台办却三缄其口，不仅不愿为蔡正元发声，表达对他的关怀之意，反而是弃之如敝履。这样一来，想必是铁石之心也会心寒意冷。于是蔡正元拔剑而起，怒而还击。蔡正元反击声称，北京就是不想也不敢武力攻台，因为北京对美国川普总统怀有深刻的恐惧。在台湾问题上，北京除了打口炮喊口号，说一些不着边际的狠话空话，没有任何真正的行动方案。中共军演和舰机绕台已经被台湾人当笑话，台湾社会已经看破北京不敢武力攻台的手脚，所以没有人惧怕中共暴政的军队所发出的种种威胁。蔡正元也断言，北京的对台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台湾社会主流的民意就是坚决拒绝和中共统一。他还明确地讲，北京当局根本就不懂得国际外交，无知的爱国比汉奸卖国贼更严重。现在中共的外交政策就是由义和团、红卫兵来主导的。蔡正元的这种态度的突然转变和大陆的一些现象相互呼应，体现出了习近平的深层危机。除了北京官场，民间标杆的风向变了，驻京军队的表现又如何呢？种种迹象显示，似乎一切都变了调，习近平的日子不好过了。2月6号，北京召开的首都军政座谈会，时评人周晓辉分析认为，会议出现了5大异常。第一个异常是，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讲话中少了过去几年常说的一句话：过去1年，驻京部队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过去3年，在相同的场合都有这样的表述。这也再次印证习近平在抓捕张又侠、刘振立之前，其军委主席地位被弱化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在抓捕张、刘后，军队上下消极回应，也说不上坚决听从习主席指挥。尴尬之中，尹力只能避而不提。第二个异常是尹力在表达对新的1年的期望时，强调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前3年的表述中都未提习的强军思想，今年是不是高层在敲打军方？另外，对比近4年的期望，今年尹力的发言比其他年份多了共同维护首都大局和谐稳定。这无疑是在暗示，首都大局，也就是中南海政局，其实并不稳定，而北京驻军的政治站位就很关键。第3个异常是，军方出席的最高级别将官是中将，代表军方发言的是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陈德民。
陈德民的表态中规中矩，表示驻京部队将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为提共同维护首都大局和谐稳定。陈德民没有回应引力的共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显然是军方的态度，是谁阻挡军方对习近平的效忠呢？但在2025年何鸿钧的讲话、2024年苗华的讲话中，除了有类似的表述外，何鸿钧还提到坚定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苗华除了提到习核心2个确立之外，还吹捧习领航掌舵，称要协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第4个异常是今年的座位安排，这次明显采取军地分开的座次，地方官员和军方代表各坐一边，彼此对坐。但过去不是这样，过去都是军地混坐，地方与军方的大员通常坐在最前排，面向全场。这次却像刻意划清界限，背后原因有几种可能，也许是军方重量级人物缺席，也可能是刘事件过于敏感，需要减少军方与地方的互动。最后一个异常是地方高层的出席人数明显下降。这场首都军政座谈会的种种变化，其实折射出的是北京政局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某种程度上看，驻京部队的态度似乎并非铁板一块。至于是否完全站队、完全效忠习，还有待时间观察。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